两国的官员乃至于官僚体系在两国贸易中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是谁在管理？怎么管理？又出了哪些有意思的政策？感兴趣的朋友们，我们慢慢再聊。要知道呢，中国古代的贸易始终是绕不开朝廷和官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。公元838年之后，中日两边的朝廷都不再派官方的使团往来搞贸易了，但规矩还是得立。两边都在港口安排官员查货物、收关税，说白了就是得从进口货里分一杯羹。同时呢，也不许紧俏的物资随便的流出去。中国这边的船多货多，贸易对象也多，所以呢，市舶司收税也就比较规范，费率固定。日本呢就不太一样了，船少，不容易定标准，全看地方官员说了算。商人呢跟他们扯皮讨价还价，那是经常有的事儿。而且呢，天高皇帝远，中国港口离宋朝的都城，日本港口离天皇所在的京都都不近，朝廷管起来呢都挺费劲的。所以呢，这些港口官员呢也没少捞油水，偷偷的把货和钱转给自家人。史料里边呢有着明确的记载，有些官员就因为贪过了头就被办了。有些年头呢，为了防止重要的物资外流，中日两边还都会限制商船进出次数和出口数量。比方说，中国就老担心铜钱不够用，日本呢又特别缺铜钱，所以呢就严控市舶司，不让多运铜钱去日本。管理日本博多港的是太宰府，这地方呢现在还在福冈县的太宰府市，是个挺有名的旅游景点，很多游客呢都会去那儿看历史遗迹。朝廷本来呢派贵族去管，指望的呢是能把中国来的好货优先送往京都。但是你想想，那年代没电话没高铁，哪里管得住？地方上基本都是自己说了算。货物从博多进来之后，有一部分会运到其他的日本港口，比如公元1469年开始的界，就在现在的大阪府的边上。当时大阪那一带就跟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城似的，特别富。从博多经过濑户内海到界，进口货就这么流进了京都、奈良这些关西富户人家的家里。除了博多，九州东北部的丰后府内，也就是现在的大分市，也是一个允许直接外贸的港口。博多这个地方呢，在西方名气不如长崎，但它其实是日本当时唯一的开放港。后来长崎的好多规矩，其实呢都是从他这儿学来的。博多当地呢，还得向朝廷汇报来了多少外国船，进了些什么货。那边呢还设了红炉馆给外国人住，方便看管着他们。公元1987年，红炉馆遗址还被发现了，现在考古学家呢还在那儿研究当年的外贸货品呢。中国这边呢也不含糊，公元917年，北宋在广州设了市舶司，后来杭州、宁波也都跟上了。商人得先拿到许可证后才能做外贸。公元1080年之后，只有宁波能发去朝鲜、日本的贸易许可，所以进来的货物都要查验、交税，税率波动极大，从5%到70%都有。税一高，商人就忍不住要开始走私了。唐代以前，广州是外贸的老大，山东登州则是对朝鲜、对日的贸易港。公元13世纪之后，福建的福州和泉州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，因为瓷器的出口量大，连带着福建南部到广东潮州一带，瓷窑变得越来越兴旺。不过呢，市舶司的官吏们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老扣日本商人的货，摩擦不断。公元1309年就出过一件这样的事儿，宁波的日本商人被没收了货，一气之下用本来要卖来做炸药的硫磺放火，烧毁了好多建筑，包括寺庙和衙门。后来当地人呢立了块碑，碑文呢又没骂日本人，反而承认是中国的官吏贪心欺人在先。总的来看呢，这段时期中国的制造技术还是相当领先的。中国出口瓷器、药材、香料、丝绸，日本则出产纱巾、水银、丝绸、珍珠和陶器。日本从公元749年开始采金，11世纪一度变少，13、14世纪又发现新矿，黄金再次成为重要的出口物资。后来日本的工艺上来了，也开始出口纸扇、刀剑、盔甲、丝绸和陶瓷。公元1242年，杭州径山寺被烧，中国缺木材，还是日本僧人用木料来帮助重建的。关于两国官府怎么管理贸易，港口之间怎么运作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下一回呢就有意思了，我们要讲讲两种人，商人和僧侣。
他们可是在官府的夹缝里头左右逢源的高手。这贸易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货物的往来，更是一场人情与规矩的博弈。